我认识一位做传统制造业的老朋友，早年他提住皮箱走南闯北，从塑胶厂的小订单做起，挨过无数个不眠之夜。65岁那年，他带住过亿的身家，宣布金盆洗手。按理说，他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人。他有足够的钱，买得起任何他想要的东西，去得起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但我去半山看他的时候，却发现他比当年管住几千个工人的时候还要憔悴。为什么？因为他清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过床头的手机，打开财经软体，死死盯住美股的收盘价和汇率的波动。我们坐在那张厚重的黑酸枝木茶台前，吃早茶的时候，他根本不在乎那种虾饺的味道，反而在抱怨通胀又吃掉了他多少利润。他跟我抱怨说，现在的局势太乱，担心市场崩盘让他的财富缩水。我静静地喝了一口普洱，跟他说：“老友，你这不叫关心资产，你这叫被资产绑架。”他这大半生都在为了事业打体，好不容易退下来，本可以真正享受人生，结果呢，他成了一串数字的奴隶。主人从那个叱咤风云的老板，变成了银行账户里跳动的余额。很多人在步入晚年的时候，都有一个解不开的悖论：明明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财富，却反而变得更加焦虑。他们被一种恐惧支配住，我必须让钱继续生钱，否则我就是在退步，就是在变穷。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积极的理财观，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恐惧穿上了一件勤奋的外衣。机会从不敲门，他只是悄悄站在门口，等你准备好了，他再进来。但如果你满心恐惧，你连门都不知道在哪里。回望香港这几十年的历史，6、7年的风波，80年代初的移民潮，还有后来的几次金融风暴，在那些时代的狂风骤雨面前，个人的财富就像是一叶扁舟。在那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无数人因为恐惧而单售资产，又因为贪婪而盲目抄底。那时候，很多人带住半生积蓄准备离开，匆匆忙忙地把钱换成各种他们根本看不懂的外币和复杂的金融产品，以为这样就能买到绝对的安全感。结果呢，那些在恐慌中做出的决定，往往成为了他们晚年最大的遗憾，因为他们忘记了财富的转移往往发生在人们失去理智的时刻。我们老祖宗的易经里讲述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地间最长久、最深奥的规律，往往是最简单、最容易顺应的。财富的运作也如同这一简乾坤，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包装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我还认识一位退休的老中医，他不懂什么是量化对冲，也不懂什么是虚拟资产。他退休时的存款连那位企业家朋友的零头都不到，但他每天的日常就是去公园打打太极，研读古籍医书，周末陪住孙女去海边散步。他把积蓄放在了最安稳、最老派的收息资产里，每个月领取固定的回报。他从不看大盘，也从不关心大西洋彼岸的经济政策。他活得像一个真正的智者，从容又安宁。这两种人的晚年有著天壤之别，这差别到底在哪里？不在 A 银行账户里究竟有几个零，而在 AA 他们脑袋里的认知，在 AA 他们对财富二字的根本理解。钱是最容易失去的东西，但一个人内心的安稳，一旦建立，比任何资产都难被摧毁。退休绝对不是人生的终点，这是一场漫长的最后考试，考的是你这一生到底有没有学会什么叫够了。很多人之所以在晚年陷入焦虑，是因为他们误以为退休就是换一个战场继续战斗。他们把商场上的胜负欲转移到了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上。他们总觉得，如果不做点什么，就是在浪费生命、浪费资源。这其实是人性中最难克服的弱点。我们太渴望掌控一切了。年轻的时候，我们靠拼搏和掌控力打下江山；老了以后，我们依然想用这套方法来控制自己的财富。但财富的规律，到了晚年，恰恰需要你学会放手。当你试图去控制每一个铜板的走向时，你已经失去了自由。你的情绪
会随住市场的涨跌而起伏，你的睡眠会被那些你根本无法左右的经济数据所剥夺。你以为你在理财，其实是财富在理你。这是一笔多么不划算的买卖，用晚年仅剩的最宝贵的时光与健康，去换取账面上几个点的虚拟增长。真正的晚年智慧是明白主客之分。财富只是支撑你体面生活的工具，它不应该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剧本。很多时候，人们不是死搏贫穷，而是死搏对财富的过度焦虑。好景时留伞，坏景时撑伞，这是我一生只用了一个的策略。而这把伞是为了让你能在风雨中从容地喝一杯热茶，而不是让你举住伞跑到暴风雨里去追逐闪电。常常有人来问我，李生，到底怎样才能在晚年保住自己的财富？我总是笑住反问他们，你保住财富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你守住了一座金山，却失去了安睡的夜晚；如果你赢得了市场的跑赢率，却输掉了陪家人吃一顿安乐饭的心情，那这场投资从一开始你就已经败了。晚年的这场考试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重考的机会。当你下一次打开手机，准备把养老金投入某个你根本看不懂的绝佳机会时，不妨先停下来，给自己泡一杯茶，看住那片茶叶在滚水中慢慢舒展沉浮，最终归起平静。问问自己，我现在究竟是在为生活投资，还是在为焦虑买单？在商界打滚了这么多年，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些在实业里做得越成功，脑筋转得越快的老板，退休后在投资市场里往往摔得越惨。为什么？因为他们把大半辈子在商场上厮杀的那套逻辑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理财上。在他们过去的经验里，天道酬勤，工厂里的机器多开1个小时，就能多产出一批货，跑出去多见一个客户，就能多拿下一张订单。他们习惯了用忙碌来换取回报，在他们的字典里，静止不动就等 A 坐以待 B。但投资这盘棋，规律恰恰是反过来的。做生意就像种树，你不能每天去刨开土看根长了没有，你只管浇水，然后等不了的人永远种不出大树。可是大部分人在面对一笔闲钱时，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他们总觉得，如果不频繁的买进卖出，如果不盯住 K 线图做点波段，这笔钱就浪费了。他们把股票账户当成了工厂的流水线，以为操作的越频繁，利润就越丰厚。我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说，我不算什么天才，我只是个从来没有停止学习的普通人，学到现在还有很多不懂的事。早年的时候，我也犯过和大家一样的错，那是我刚开始涉足资本市场的时候。当时我买入了一家资质非常好的公司，这家公司的业务稳健，现金流充沛，管理层也很踏实。买入之后没多久，碰上了一波行情，股价翻了1倍。我当时看住账面上的利润，心里那个高兴啊，觉得自己眼光真准。然后我的脑子里就跳出了一个念头，已经赚了1倍了，万一跌回去怎么办？不如先落袋为安，等它跌下来我再买进去。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聪明？答案是我果断的清仓了。结果呢，那家公司的股价在稍微回调之后，就一骑绝尘的涨上去了。10年后回头看，那家公司的市值翻了整整10倍。我当初为了那100%的利润沾沾自喜，却错失了后面900%的时代红利。那一次的教训让我心痛，但也让我彻底清醒。我明白了，聪明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市场，而是自己的手。你的手越痒，钱包就越空。市场里有一种最可怕的错觉，就是把运气当成了自己的能力，把忙碌当成了进取。你频繁的换仓，看似躲过了几次小跌，抓住了几次小涨，但在这来来回回的摩擦中，你的手续费交了，你的心态乱了，你对优质资产的定力也随之瓦解了。中医里面讲究固本培元，养生如养财，讲究的是顺应时令，调和气血，而不是天天给自己下猛药。你见过哪位长寿的老中医是靠每天给自己吃补品活到100岁的？财富的积累也是一样，它需要的是气定神闲的涵养，而不是急功近利的折腾。
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么难以做到安静？因为人类的天性是极度恐惧、无聊的，特别是对刚刚步入退休年纪的人来说，这种恐惧会被无限放大。你试想一下那个场景，过去几十年，你每天早上醒来，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有开不完的会，见不完的人，签不完的字，你习惯了那种被需要的感觉，习惯了那种掌控全局的快感。突然有一天，你退休了，你早晨醒来，发现一整天的时间都是空白的，没有人等助你拿主意，没有电话追住你想，那种巨大的失落感和空虚感会瞬间把你吞噬。这个时候，如果你手里正好有一笔不小的积蓄，你会怎么做？很多人就不自觉地把投资当成了填补空虚的替代品。他们买来各种财经书籍，订阅各种内部消息，每天坐在电脑前看住红绿交替的数字闪烁。他们以为自己在理财，其实他们只是在找一款昂贵的电子游戏来打发时间，来证明自己依然敏锐，依然对这个世界有掌控力。但市场从来不理会你的自尊心，它是一个极度冷酷的机器，专门收割那些试图用复杂操作来证明自己聪明的人。市场从来不奖励你的忙碌，它只奖励你的耐心。无聊才是财富最好的朋友。我和巴菲特先生相识多年，我们常常交流。很多人以为像他那样的投资大师，每天一定是在看各种深奥的模型，做出极度复杂的交易。但事实上，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安静地看书，或者看住窗外发呆。他买入一家好公司，然后就像忘记了这回事一样坐住不动。这个方法听起来笨极了，甚至有些无聊透顶。但正是这种笨，这种无聊，造就了世界上最庞大的财富帝国。老子《道德经》里有一句话：“清静为天下正。”在投资的世界里，不动如山，往往胜过千军万马的厮杀。当你下定决心要买入一项资产时，你应该问自己的，不是它下个月会涨多少，而是问自己：如果市场从此关闭5年，我还愿不愿意持有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买入。然后把密码锁进抽屉里，去喝茶，去散步，去抱抱你的孙子孙女，让时间去为你工作，而不是你每天为了那点波动而寝食难安。有人问我：李生，你难道就没有焦虑的时候吗？我当然有。早年在塑胶花厂的时候，为了赶交期，我也曾几天几夜合不上眼，但那是实业的打天，那是你必须付出的汗水。而当你把资金投入到成熟的资产中时，你的焦虑就变得毫无价值了。你的失眠不会让股价多涨1分钱，你的盯盘也不会让公司的利润表变得更好看。退休之后的理财本质上是一场与自己天性的对抗。你要学会接受平淡，学会享受无聊。下次当你看到某个股票大涨，或者某个亲戚吹嘘自己又抓住了什么内幕消息，你心里那股想要跟风的痒又犯了的时候，我希望你能记住这句话：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用辛苦大半生换来的安稳，去为了一个不需要的刺激买单，把手揣回口袋里，安静地坐住。这才是你在这个喧嚣的市场里能做出的最昂贵也最聪明的决定。回首这大半生，我经历过太多次让人心惊肉跳的经济风暴。1997年的夏天，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恒生指数狂泻，中环的街道上弥漫住绝望的气氛，不知多少人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再后来，2008年的金融海啸，100年投行雷曼兄弟轰然倒塌，全球信贷冻结。那段日子，很多往日里意气风发的商界朋友打电话来找我求转承，声音里都带住颤抖。在那些风雨飘摇的时刻，人们总喜欢问我：李生，你到底有什么内幕消息？你凭什么能安然度过？我总是摇摇头，哪有什么内幕消息？在时代的狂风巨浪面前，任何小道消息都像纸糊的船一样脆弱。我能挺过来，并且保住长河系的基业，靠的不是预测风暴的本领，而是我在风暴来临前早已打造好了坚固的船舱。当所有人都去追逐那些能在顺境里飞天遁地的新兴概念时，我把大部分的资金
都换成了那些老掉牙、无聊到让人打哈欠的资产。市场会奖励耐心，也会惩罚急躁。他从不同情焦虑的人。对 N 已经步入晚年、退休在家的朋友来说，你不再需要一艘能开出急速的快艇去乘风破浪，你需要的是一个能把你稳稳定在海面上的锚。这个锚就是你的保命符，真正适合退休者持有，能在风暴中让你安睡的资产，必须严格满足5个标准。这5张保命符缺一不可。第一张保命符，你能用一句话解释清楚它是什么。这世上最赚钱的生意，往往拥有最简单的逻辑。如果有人向你推销一款理财产品，需要拿出3页纸的说明书，用上一大堆结构化、底层资产穿透、量化对冲之类的专业术语才能跟你讲明白，那你唯一的动作就该是转身离开。我从来不碰那些我看不懂的衍生品，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我不懂。不懂的东西就如同雾里看花，你永远不知道那层迷雾背后藏住的是金山还是万丈深渊。你大半辈子辛辛苦苦攒下的养老金，难道要托付给一个连你自己都说不清楚的东西吗？去买那些你这辈子都在用、都了解的东西。如果你一辈子都在喝那款汽水，用那家银行的服务，去那家超市买米，那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意就是你能看得懂的资产。第2张保命符，它不需要你日夜盯盘。如果你买入一项资产后，必须每天打开手机看它的价格，必须时刻关注大洋彼岸的某个政策调整，才能决定下一步的操作。那么请相信我，你这不叫投资，你这叫赌博。退休之后，你的时间是拿来含饴弄孙、喝茶看报，在公园里散步的。你把这些无价的时光消耗在紧盯住红绿闪烁的 K 线图上，这是一笔极度亏本的买卖。真正优质的资产，就像一位忠诚的老仆人，你把他安顿好，他就会在背后默默地为你工作，根本不需要你每天去查岗。第3张保命符，它能让你安稳入睡，这是所有标准中最主观却也最致命的一条。中医里讲心藏神，肝藏血。如果你持有的资产因为价格的上下剧烈波动，让你夜不能寐、心神不宁，甚至肝火郁结，哪怕它的预期回报再高，它对你来说也是一剂毒药。焦虑的成本比亏损本身还要昂贵。你想想，你用半生积蓄赚来了晚年的自由，却又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收益，把自己的睡眠和健康赔了进去，赚来的钱最后还要拿去买药吃，这又是何苦？真正的财富是当金融海啸的头条新闻铺天盖地时，你依然能安然地关掉电视，上床睡一个好觉。第4张保命符，它必须拥有清晰且稳定的现金流。很多人误以为投资就是买低卖高，赚取差价，那叫投机。对万退休的人来说，你最需要的不是资产价格的暴涨，而是每个月、每一年都有实实在在的现金流入你的口袋，像泉水一样连绵不绝。当年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在海外大举投资，我们买下了英国的港口、自来水厂、天然气管道和电讯公司。那时候不少人笑我保守，说李嘉诚老了，不懂得去追逐互联网和高科技的红利，跑去买这些重资产、慢回报的笨生意。我听了只是笑笑。科技的确能改变世界，但我更清楚一个常识：无论科技怎么发展，无论经济是繁荣还是衰退，人们总要喝水，总要开灯，总要打电话报平安，货船总要靠岸卸货。这些基建资产，他们的股价或许不会在短期内翻倍，但他们就像人体的血脉一样，只要这座城市还在运转，他们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利润，派发股息。这种不加杠杆、没有水分的现金流，就是我在极端市场环境下依然能稳坐钓鱼台的底气。晚年的你也应该寻找这种能源源不断生蛋的老母鸡，而不是去赌那只飞在天上的金丝雀。第5张保命符，你能想象10年后它依然存在？如果你不确定你手里买的东西10年后是否还能存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它现在就不值得你投入哪怕1分钱。我们见过太多一时风光无两的行业，
几年后就灰飞烟灭。而那些能跨越周期的资产，往往都具备一种不变的特质。世间万物变与不变皆有定数，去投资那些满足人类最底层、最恒久需求的东西，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钱是赚不完的，但信用只有一次。时间就是优质资产对你的一生信用。当你用这5张保命符去过滤市场上的机会时，你会发现90%以上那些包装的光鲜亮丽、承诺高回报的所谓风口都会被淘汰掉，剩下的那一层无聊、缓慢、老派，但却坚如磐石。他们或许不能让你在晚年一夜暴富，但他们能保证你绝对不会在晚年一贫如洗。在这场名为退休的最后大考里，学会避开那些隐藏在机会背后的万丈深渊，远比你去抓住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浪头要重要得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总是在做加法，什么都想去尝试，什么机会都不愿放过。但到了晚年，无论是生活还是理财，你都必须学会做减法。很多老友聚在一起喝茶，最喜欢聊的话题就是最近有什么好买的。大家总是热衷寻找那份能让人发财的投资清单，但我总会告诉他们，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知道不该买什么，远比知道该买什么要重要得多。好景时留伞，坏景时撑伞，这是我一生只用了一个的策略。而要做到这一点，你心里必须有一份雷打不动的黑名单。这份黑名单就是你的护城河。黑名单上的第一项是所有承诺高回报、低风险的项目。这世上的规律向来是收益与风险成正比。常言道，财不入急门。如果有一个项目利润丰厚得让人垂涎，同时又安全的像把钱锁在保险箱里，你觉得这种好事会轮得到一个已经退休在家、远离商业核心圈的普通人吗？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有，那这顿午餐的代价往往是你盘子里的全部本金。当有人用极具诱惑力的收益率来敲你的门时，他盯上的从来都不是要帮你赚钱，而是你口袋里那点养老本。黑名单上的第二项是那些需要频繁操作、追逐短期波动的交易。我见过不少退休的人把炒短线当成了再就业，每天盯住荧幕上的技术线型，分析驻阻力位和支撑位，为了赚取几个点的差价，弄得自己神经衰弱。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在给券商打工，给他们贡献源源不绝的手续费。市场就像一个喧闹的赌场，只要你一直留在赌桌上频繁下注，庄家的抽水就足以把你吸钱。晚年最珍贵的是平静，把日子过得像打仗一样，赢了几块铜板，却输了心境，这是最愚蠢的算计。黑名单上的第三项是盲目追逐时代的热潮。这几十年来，我见识过太多次狂欢，从早年的郁金香，到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再到这几年的虚拟货币、元宇宙。每一个时代都会造就几个暴富的神话，然后吸引成千上万的人飞蛾扑火。很多朋友看住身边的人在热潮中赚了快钱，心里就会发慌。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情绪，英文叫 FOMO， 就是害怕错过。他们会觉得别人都能赚，我是不是太保守了？我再不上车，是不是就被时代迭弃了？1999年的时候，中环的茶楼里，每个人都在谈论科技股。那时候，只要一家公司的名字里带有 "com"， 哪怕他连1分钱的利润都没有，股价都能一飞冲天。当时有媒体笑我说李嘉诚老了，不懂互联网，错失了最大的时代红利。我没有反驳，只是默默地把手里的现金握得更紧。后来的故事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千禧年一过，泡沫破裂，无数在狂欢顶峰冲进去的家庭瞬间倾家荡产。真正的智者从不害怕错过，因为机会永远都在，但本金一旦失去，就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我错过了无数次所谓的暴富机会，但我从不后悔，因为我知道那些狂热的角落里往往藏住最锋利的镰刀。当所有人都在谈论某个东西的时候，那往往不是机会的开始，而是陷阱的收网时刻。不去赚自己认知范围之外的钱，这不是保守，而是纪律。
而这份黑名单上最致命、最绝对不可触碰的一项，叫做借钱投资，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无论一个机会看起来多么千载难逢，无论你对自己的眼光有多么自信，只要你已经步入了退休的年纪，就永远不要使用杠杆。杠杆是一个魔鬼，在顺风顺水的时候，它会把你的收益放大，让你产生一种幻觉，觉得自己是投资界的天才。但市场总有逆风的时候。我曾有一位非常精明的朋友，老林，90年代中期，香港楼市烈火烹油。老林原本已经准备退休，手里握住几套没有贷款的物业，光靠收租就足够他舒舒服服的过完下半辈子。但他看住楼价一天一个价，心里的贪念被放大了。他把手里已经付清的物业全部抵押给银行，借出一大笔钱，又去扫了几套豪宅，企图做最后一次大翻倍。他算得很精，租金的回报刚好能覆盖银行的利息，等楼价再涨3成，他就全部得受，带住几倍的利润彻底退休。可是他没有算到1997年的那场风暴，楼价腰斩，租金暴跌，租客纷纷退租。更要命的是，银行的利息却在不断攀升，甚至要求他追加保证金。如果他没有借钱，楼价跌了就跌了，只要房子还在，慢慢收租，日子照样过。但他用了杠杆，命运就不由他自己说了算了。最后，为了偿还银行的债务，他不得不把所有的物业，包括自己住的那套，都在市场最低迷的时候割肉贱卖。一个原本可以安享晚年的人，最后落得租住唐楼，晚景凄凉的下场。借钱投资就是把你的命运交给了未知的风暴，顺境时你是天才，逆境时你连做个普通人的资格都没有。年轻的时候，你如果投资失败破产了，你还有大把的青春可以去拼搏，有每个月的薪水可以去还债。但是退休之后，你已经失去了持续赚取主动收入的能力，你的养老金是你这辈子最后的子弹。一旦市场逆转，杠杆会瞬间抽钱你的现金流，你没有时间去等待市场反弹，你只能被迫在最痛的时候离场。你输掉的不仅仅是钱，还有你晚年安身立命的尊严。所以避开这份黑名单上的每一个陷阱吧，不碰复杂看不懂的产品，不信高回报的承诺，不追逐狂热的风口，绝对不借钱。活得久远比赢得快更重要。在这场漫长的财富马拉松里，能笑到最后的往往不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而是那个从来没有跌出过赛道的人。人活到了一定的岁数，手里的账本其实就变成了2本，一本是银行里的资产负债表，记住你有多少楼宇、多少股票、多少现金；而另一本是心灵的资产负债表，记住你有多少安稳、多少从容、多少哪怕天塌下来也能睡得住的底气。很多退下来的老友，第一本账本早就实现了财务上的绝对自由。他们住半山的别墅，出入有司机接送，按理说这辈子已经别无所求了。可是他们心里的第2本账却是赤字连连。我常常看到他们在茶楼里为了某只股票的几个点涨跌争得面红耳赤，为了某个错失的投资机会长吁短叹。我不禁在想，他们真的缺那几万块、几十万块的利润吗？根本不缺。那他们到底在焦虑什么？其实他们在害怕。我在商界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他们一辈子都在忙碌中寻找自我价值，退休后突然闲下来，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们害怕一旦停下来，自己就成了没有用的人，害怕一旦不再赚钱，自己就失去了在这个社会上的存在感。因此他们用投资来填补空虚，用赚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们把晚年的投资当成了维持自尊心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想要向市场证明自己宝刀未老，想要向年轻人证明自己的经验依然管用。但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执念。市场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它根本不在乎你的自尊心，它只会惩罚你的傲慢。你带住急躁和证明自己的欲望进去，最后往往只会把晚年的安稳搭进去。真正的退休不是换一种方式继续工作，而是学会放下。到底什么叫做够了？儒家说知止而后有定，
佛家讲本来无一物这2个字听起来简单，却是世间最难修的功课。真正的富足，是你看到别人买豪车、换豪宅、炫耀投资收益时，依然能心平气和，是你晚上能踏实入睡，不用为账户波动辗转反侧。这话就像这盏陈年普洱，初尝或许觉得有些平淡，但等你慢慢咽下去，回甘都在后头。